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妮家的汉堡。今天带来外星人也难民的第8集，激情褪去后只剩一点点倦，看看屋里的一片狼藉，就知道昨晚的 party 有多疯狂。比这更辣眼睛的是泰瑞的打扮，这小皮裤、小高跟，没有人比他更懂性感。happy一时爽，打扫火葬场。小爷爷现在是异常烦躁，那只用来献祭的小羊也没用上，动物园也不收，简直就是个累赘。这时科沃端出来了一盘鲈鱼，虽说花费了一点点时间，但好在他成功将其骨肉分离了。可惜呀，party 已经结束，他这精湛的刀工注定无人欣赏了。不过这不要紧，他还可以孤芳自赏。怎料他刚把这一大块肉放入口中，就被鱼骨给卡住了，所以他浪费了这么多时间，还是没剃干净。突然，游泳的身体剧烈的晃动起来，然后散发出了一阵强烈的光线。平静下来的时候，它已经变成了蓝色。众人用色卡比对了一下，发现这种颜色代表着他们全都死定了。午时已到，可是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原来游泳变蓝后释放的蛋白质粉尘会触发他们体内的自然机制，让他们在12个小时后暴毙。他们死后会变成游泳进化的养料，最后游泳会把地球改造成希洛普星球的样子。如此说来，他们的任务就快完成了。所有人都沉浸在一股喜悦之中，他们从前从未死过，所以对此充满了期待。科沃打算烧掉自己的东西，以免死后被人染指，还要挖个坑静待死亡降临。说到这里，他打算先去邻居那儿要回铁锹。杰西让他尽量早去早回，因为游泳已经在磨刀霍霍了。然而当邻居得知科沃要给自己挖坟时，他的表情看起来有些忧伤，因为如果他知道自己今天就会死，绝不会有科沃这样好的心态。毕竟人死不能复生，他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呢。科沃一听这话，觉出不对劲儿了，赶忙急匆匆跑回家，告诉众人他们被骗了，根本不存在什么死后的世界，死了就是死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动画片里的东西都是假的，他们应该在生前抓紧时间让人生圆满。可就算是这样，他们也只剩下11个小时了，这么点时间咋可能让人生圆满？杰西比较乐观，想着也许他们已经圆满了。然而打开圆满量表，他们甚至连最低标准都没达到，而时间却在1分1秒的流逝。时间紧迫，他们必须马上行动。科沃让所有人都写下能让自己人生圆满的事，然后1小时后在客厅里集合。看着满满的一口袋，他们的心愿还真不少，就是有条件达成的没有几个。这时科沃发现有个愿望是帮一群菜鸟孩子赢得体育冠军，这愿望不错，帮助别人说不定能达成圆满。由于现在不是赛季，所以只有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水球锦标赛符合条件。一家人在路上花费的时间太多，到达比赛现场就只剩下9个半小时能活了。事不宜迟，得赶紧找到菜鸟队。他们在四周环视了一圈，个个都壮得跟牛似的，全都是一副奔着冠军去的样子，根本就挑不出来。于是小妍妍干脆1不做2不休，随便选一队设了菜鸟射线。这还真是没有条件，创造条件也要上。激光之下，巴拉圭的队员都成了老弱病残，强行给人家整成了菜鸟队。之后全家人就当起了巴拉圭队的教练，指挥他们如何利用仅剩的优势击败对手。在众人齐心协力之下，巴拉圭的排名不断上升，终于迎来了冠军争夺战。凭借着轮椅的优势，小娃娃在最后1秒成功进球，这对老弱病残真就获得了冠军。虽说这确实非常激动人心，但那位老人还是希望能把他们复原。我以前长得帅，声音又好听，可这不在一家人的心愿之内。他们现在只想知道圆满的进度，不料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。不能说上升迅猛吧，只能说是几乎没动。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，结果都是无用功，而且游泳看起来更饿了。烛光晚餐那套装备都整齐活了，泰瑞急了，觉得他们拖了自己后腿，他要自己去完成心愿。开了先河之后，小妍妍和杰西也抢走了一把纸条。泰瑞拿到的第一个心愿是扶老奶奶过马路，恰好这时就有个老奶奶走在路中间，他立刻上前拉住人家，这边走的不好，咱们再走一遍，完全不管着老奶奶要去对面等公交。天哪，这里有个变态要对老奶奶下手，什么不是要劫色？气得老奶奶直接重拳出击，把泰瑞打得满地找牙。好家伙，真就我奶奶都比你行系列。小妍妍这边的愿望是教人识字，她也不管那么多，直接用射线教会了婴儿，把人家妈妈弄得莫名其妙。不仅如此，她还让帽子、车子全都认了字，就连前来抓她的警察也不例外。我勒个去，我现在会认字啦！我要是有同情心了可咋办啊？悲痛，自由国又少了2位执法英雄啊！科沃比上面那俩家伙更匆忙，打算一边学跳伞一边受洗。得亏这牧师是专业的，就在空中让科沃沐浴圣水。怎料悼词还没念完，晚掉了。
了。好在科沃最终还是完成了受洗并安全落地，就是这牧师比较惨了。杰西拿到的心愿是放生鲨鱼，他像人鱼童话里的小男孩一样，指挥着鲨鱼们向着自由奔去。然而和电影不同的是，等待他们的是死亡。维利们，好好享受自由吧。接下来又是泰瑞，他按照杰西的心愿亲了杰克，不想这家伙竟被亲上瘾了，还邀请泰瑞当他的毕业舞会舞伴。科沃则找到了俩孩子的老师，小妍妍写的心愿还算正常，就是想当面骂骂老师解气。泰瑞就比较舍己为人了，直接就让科沃被强行拉去干坏事儿。之后全家4人分头行动，圆满度也随着他们的行动不断上升。虽说确实有显著提高，但距离完全圆满依旧还有段距离。明明纸条上写的东西都已经完成了，这时泰瑞的手机给他推送了每日一词，今天呢是拖沓。看这词的意思，拖沓不就是他自己吗？此话一出，他竟然就此圆满了。作为首个达成圆满的人，泰瑞自然是兴奋异常。我活在当下了，你们还没有哟，你们就是人生输家。众人看他那嘚瑟的样子都不爽极了，小妍妍一怒之下就推了他一把，毫无防备的泰瑞在这股力道下破窗而出，然后摔在地上成了滩烂泥。看着泰瑞的尸体，众人一时无语。这时小妍妍发现泰瑞死了之后，他的圆满值好像转到自己身上了。果不其然，他看起来就快要圆满了。没想到事情会演变成你死我活的态势，但是我们不会自相残杀的，对吧？我们可是一家人，对，我们都是这样想的，我们是一家人。话虽如此，但3人的眼神出卖了他们的内心。杰西马上说他准备回房去祭奠泰瑞，小妍妍则表示还有些私事要处理。科沃也有事，他要去给雷神打分。很好，大家都有事儿，那就分开行动吧。回房后，小妍妍马上启动了他的无敌坦克，杰西看样子也准备了秘密武器，科沃则是找人工智能要了魔法药水。准备就绪之后，3人默契的聚集在了客厅，大战一触即发。眼见小妍妍不讲武德，竟然装备了坦克，科沃率先召唤出了他的沃子沃孙。杰西没有那种大型杀伤性武器，但他用现有物品做了很多陷阱，势必要给他俩上演一出小鬼当家。看起来大家准备的都很周全，小妍妍也就不再客气，直接开炮干掉了几只小科沃。但紧接着坦克被杰西的弹珠绊出了脚，给了小科沃们一个可乘之机。趁着小妍妍被拖住脚步，科沃和杰西跑到了楼上暂避风头。等到小科沃被杀的差不多了，科沃的大招也就准备好了，他召唤了一只超大的食人魔科沃。这家伙不仅体型巨大，而且无坚不摧，枪林弹雨于他而言就只是挠痒痒。大手抓起小妍妍就摔在了地上，再一脚下去，这小家伙直接爆了浆。楼上的杰西听到动静，忙跑下了楼，眼见小妍妍变成了这副惨样，泪水止不住的往外冒。科沃也终于在此刻恢复了神智，想到他们为涨分而自相残杀是多么的愚蠢。这剩下的时间，他们本该待在一起的。醒悟过来之后，他们开始依偎的坐着。杰西说他很害怕，不知道死时会不会疼，不过好在还有科沃陪着他。科沃也颇为感慨，表示生命的意义或许就在于陪伴相爱之人。这句话实在说得太好了，尤其在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，杰西情不自禁向科沃要了最后一个拥抱，确实是最后一个，因为科沃不小心触动了陷阱，被头顶的熨斗爆了头，没想到自己的无心之失竟害科沃殒命。杰西痛苦万分，如果可以，他一点也不想这么做。不过在厮杀中成为唯一幸存者，最后达成圆满这件事还是很令人高兴的。现在仅剩下1分钟了，杰西回想起刚才科沃说家人最重要，于是把屋内2人的尸体拖了出去，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。最后杰西不舍得向游泳道别，慢慢吃哦，不然会肚肚疼。然后就躺在地上任由死神降临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预想的死亡都没到来，杰西有些慌了，想着自己该不会无缘无故杀了全家人吧。话音刚落，他的头就爆了，其他人的头也全都爆了。紧接着他们纷纷长成了一棵大树，树上倒挂着像草莓似的果实。搞半天，原来游泳吃的是这玩意儿。看到这一幕，邻居小唐都惊呆了，毕竟人类死掉之后就烂掉了，他不说还好，他一说科沃就想到了圆满。如果说人类和外星人死后不同，那他们根本就不用非要圆满啊，都是因为你，我们的房子都没了，去死吧你，你的软糖跟翔一个味儿。说着全家人都开始攻击起小唐来，科沃还说等长了腿就把他杀了。他们骂着骂着居然达成了圆满。原来对邻居输出就能达成圆满吗？我们从一开始就该一起折磨小唐。小唐一听这还得了，连觉都没睡就收拾东西连夜逃走了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别忘了点赞评论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